到宠粉的仪态又来了，质疑、吐槽、谩骂、黑幕、皇族、内定，仿佛选秀节目最后出道总是这些争议。就像那句话所说的，狂欢过后总是一地鸡毛。霸占了热搜近半年的青春有你2，闹得沸沸扬扬的创造营2020都已经结束了比赛，最终形成了两大女团 The Nine 和硬糖少女303双雄争霸的场面。有对比就有争议，这种情况在两个组合成立后尤为突出。其中争议最大的无非就是 C 位的归属，再就是谁能成功卡7。和当时的青春有你2一样，同样是双雄争 C 的戏码，但是当时刘禹锡在节目最后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断层式 C 位，因此最终出成绩，无论是刘禹锡粉丝还是虞书欣粉丝都心中有底。创造营这边虽说也是双雄争 C， 但是总给仪态一种节目刻意引导的感觉，目的以此来推动赵月和杏林娜依的粉丝进行打榜比拼。其次，除了 C 位争议颇多，两档节目都有未能卡7出道让人意难平的选手，金子涵和徐艺洋就是代表。关于这两位没有出道，仪态光看评论区都能感觉到大家的心碎。首先是金子涵，作为节目后期最受喜爱的选手之一，金子涵凭借着其可爱且有憨憨的形象，成功俘获了一大批粉丝的芳心。但是谁都没有想到，有颜又有实力的金子涵最终会无缘出道位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创造营的决赛舞台上。作为新晋出道位选手，有着7年女团的徐艺洋成功出道，在大家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此前在路人眼中越来越差的小哭包张一凡，在几乎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逆转了局面，成功出道，实现了绝地反击。这个情节同样和青春有鸟中金子涵无缘出道一模一样，但是呢，双方又有不同。因为陆柯让能够出道，在于粉丝的氪金能力确实出众，但张一凡的出道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是其公司实力强大，最终排挤徐艺洋出道。其实如果一直关注创造营的话，就知道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。徐艺洋饺子榜金额几乎是对方的3倍，其他各项榜单的成绩也是更胜一筹，怎么可能到头来会沦为最大的炮灰，无缘成团呢？随着事情的发酵，近期网上有爆料称，张一凡的出道位并非互换而来，实则是拿师兄 TFBOYS 做的抵押，拿出师兄 TFBOYS 演唱会线上的独播授权作为交换条件，让张一凡出道。要知道 TFBOYS 的这次独播权很多平台都在争抢，鹅厂能够低价收入当中自然是百利而无一害的，其中利益自然不必多说。原本在顶替名单里的不只有徐艺洋，还有陈卓璇和刘欣宁，但因为鹅厂找黄子韬谈合同谈崩了，最终徐艺洋只好吃下这块黄连。而张一凡也因为公司这一操作，一个人默默背下所有骂名，甚至上升到偷走别人人生的道德层面。客观来讲，张一凡的外形有一定的辨识度，得益于学芭蕾出身，仪态和骨架都非常好。此外，来自大名鼎鼎的时代峰峻，意味着参赛自带流量和话题。小姑娘决赛打封闭上台，表演完被几个人弹下场，的确毅力可嘉。但是否过格进硬糖少女，只能说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而徐艺洋毫无疑问扮演了一个工具人的角色。作为教练黄子韬旗下的艺人，一开始为了避嫌，镜头着实少得可怜，直到2公和3公才靠着出彩的个人表现刷了一波存在感，名次和人气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，一度杀到了第4的位置。但与此同时，围绕在他身边的争议也越来越多，更有人给其贴上皇族的标签，是何意思不言自明。事实证明，他的确背锅了，白白遭遇了一顿嘲讽，到头来连成团位都没有捞着。从各个方面来说，徐艺洋确实都很适合出道，但没能成团，仔细想想也是情理之争。下面仪态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徐艺洋与前7名的对比。1、颜值，徐艺洋很漂亮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唱跳的舞台颜值永远是第一位，毕竟这是一个视听和听觉的双重感受。如果长相一般，就算业务能力再强也很难出道。但不要忘了哦，创造营2020还有3位公认的颜值担当，王艺瑾、姜真宇和郑乃馨。2、唱歌 vocal 部分徐艺洋也很不错，
但是这一届呢，有中国好声音的沧海遗珠希林娜依高，毕竟她是专业歌手出身，嗓音很厚，很有辨识度，可以驾驭各种曲风，是一个完美的女团 vocal 担当。3. 舞蹈。跳舞方面，徐艺洋也是拿得出手的，可前7名有刘欣宁在，她是本季所有练习生中公认的几位舞蹈担当之一。高职敖欣怡早早就淘汰了，林俊逸也排在10名开外，刘欣宁当仁不让的成为硬糖少女303的舞蹈担当。4. 商业价值。在硬糖少女303中，或者说整个创造营2020中，最有商业价值的学员就是张一凡，这也是她能取代徐艺洋压轴出道的重点。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，实力是一方面，但人气和商业价值也是重中之重。徐艺洋的人气和商业价值都不低，可惜学员中还有一个张一凡。看完仪态的4点分析，你应该也就明白了，徐艺洋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但没有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。而今年只有7个出道席位，每一位练习生都是自己领域的 Top 1， 这样才可以出道。希林娜依高 vocal 是 Top 1， 王艺瑾盛世美颜，刘欣宁舞蹈王者，张一凡商业女王，而徐艺洋并没有属于自己的 Top 1。再换种思路，其实最终成团结局不论如何都会引来大众的热议。现在出道的是张一凡，因此我们会说张一凡能够出道还是凭借了其公司的名头。但如果换作是徐艺洋出道，质疑会不会又变为徐艺洋能够出道还是依靠导师黄子韬的帮衬呢？因此这也算作是综艺选秀的一个极大的通病，不论最后出道的是谁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声。每一届男团女团选秀都会有不止一位意难平，比如偶练的毕雯珺、朴凡，创造101的李子璇、刘仁宇，青春有你的邓超元，创造营2019的王晨毅、高家朗、张远，前女2的乃万、金子涵、刘令姿、曾可妮，创3当然也不例外了。除了徐艺洋之外，还有不少有实力的女孩堪称遗珠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君怡，顶着回锅肉的头衔和压力2度参赛，虽然得到了初 C， 眼看着排名逐渐跌出出道位，掉到10名开外，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炮灰剧本。不过事已至此也无事于补，只是最终的结果对于徐艺洋来说就有点惨了。首先，没有成功出道就意味着徐艺洋少了许多的资源，更是少了鹅厂的资源加持和硬糖少女303这块金字招牌。其次，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徐艺洋将来在未来2年内不能再参加任何同类型的选秀节目，这就是所谓的同行业竞争禁止协议。因为刚刚参加完选秀的选手一般来说都有着很高的人气和流量，更何况是参与决赛的选手，更是受到了极大多数人的关注。如果短时间内再次参加选秀，势必会导致人气不均，这对于那些参加了决赛却未能出道的练习生可以说是很不友好了。而徐艺洋现在就只能依靠黄子韬旗下公司的运作进行发展，除非决赛选手的公司很厉害，就像金子涵，虽说出道失败，但是架不住乐华娱乐是个大公司，资源丰富，不愁金子涵人气下滑。节目后先是成立了一日小分队172 Girls，接着又参加了运动吧少年，最后呢又被爆出还将登上天天向上的舞台。除此之外，近日公布的完美的夏天常驻嘉宾名单中，金子涵赫然也在名单中。不得不让人感叹，妹妹虽然没有出道，但是资源真的是一点都不比The Night成员差。节目有槽点有讨论就是成功，至少金主爸爸是满意的。至于谁该不该，谁配不配，几方阵营都各自有理各自有据，注定是场无解的话题。就像陈忠璇质疑为什么自己没有接到广告一样，女团资源分配不均可能是普遍的问题，这呢就造成了所谓的偏爱的情况。团队成员单独发展，只有极个别人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，比如火箭少女中孟美岐、吴宣仪和杨超越3人发展相对更好。其他队员虽然都有在忙，但从曝光度来说还是和这3人有差距的。说到这儿，结论无非是现实本就残酷，在这样的节目中，并不是每个有才能的人都一定有机会闪光，所以关于意难平选手的假设和推测往往只会是场罗生门。无论如何，把握站住台上的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。结果已成定局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无论争议什么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成团的会有成团的路，未成团的会有未成团的路，他们的花路都才刚刚开始。
最后一太多嘴问大家一句，要不要来一档像炙热的我们那样的节目呢？是搞那些意难平的男语学员们呢？光想想弹幕就很精彩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